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怡元，今天回来讲骑兵了。因为新的第8代骑兵呢即将要出现了，所以我今天就整理了一些骑兵统帅争议比较大的，就是有很多人一直会问我到底要不要去练，到底要不要觉醒。不过今天你们听到我这样子的声音应该就知道没错，我的病还没有好，我鼻子还塞着所以今天就慢慢跟大家分享一下。首先上骑兵的列表，除了第1代之外，下面全部都算是准确幸运轮盘跟最强执政官，只有曹操跟袁义经获得的管道不一样而已。列表里面第1、第2代呢其实都不需要讨论，大家都知道哪一些统帅能用，哪一些不能用了。主要的重点还是在 K3 的时候开始就可以用征服赛季的统帅了，也就是从第3代开始到第7代。然而第8代统帅即将要来临了，你不知道要选择哪一些统帅去练，争议性比较大，比较多玩家会问我要不要觉醒的统帅包括阿提拉、威廉、孔雀、项羽、贝特朗、贞德。剩余的统帅基本上看技能就知道要不要去练了，比方说武田，一看就知道哎呀他的技能不太行啊，只能搭配阿提拉而已。确实武田搭配其他的统帅呢，我之前有做过测试，不管是搭配谁都好，出来的战报其实都不太好看。所以以目前来说，武田真的不是必备的统帅，你们也不要去练。亚德维加跟杰斯卡都知道是驻防统帅，你没有必要用到驻防统帅的话就不用去训练。司机现在满天飞，大家都在练了，你怎么可能不练呢？是不是？那么剩下的统帅值不值得去练呢？我们从第3代的阿提拉开始讲起。阿提拉严格来讲，除非你有去集结一些城市，打其他的据点、要塞、旗帜需要用到阿提拉之外，其他情况下是不需要用到阿提拉的，并且你是已经要有武田跟司机的情况下才去练阿提拉，而不是练了阿提拉才打算要练其他的统帅。阿提拉绝对不是优先必备需要准备的统帅。至于为什么有玩家会提起阿提拉呢？我觉得是阿提拉现在的位置有一点奇妙。当初芝诺比亚还没有出现之前，他还可以称霸一方，任何驻防都可以被他打爆，再加上后来司机又出现了，阿提拉又再次起死回生，又可以开集结用了，并且我们现在开的大多数清零集结、城市集结呢，依然还是阿提拉居多。可能有些玩家看到心动了，想要用阿提拉去打，但是我觉得真的没有什么必要了，而且野战阿提拉的表现其实真的不太好，所以就算你们觉醒了阿提拉，想说我要带阿提拉出去打野战可能会有用到，你们也不用想那么多了。我已经把最好的装备放在阿提拉身上，但是他打出来报告其实也算是一般般而已。接下来第4代孔雀跟威廉，孔雀不用批评了，他就是个垃圾。那要反驳我的观众先听清楚，我是第一批觉醒孔雀的人。我觉醒了孔雀之后，官方跟我说文本错误，把统帅重置了，镜头全部清功归还给我，我还是毅然决然去觉醒孔雀，是为了信仰而觉醒。那如果你可以做到这个地步的话，你才跟我说孔雀不是垃圾 OK？ 威廉是无需质疑的，我跟你们讲过很多遍了，威廉就算你出了新的统帅，他也是不会被淘汰掉的。第8代骑兵出现之前，最先淘汰一定是项羽或者是贞德，威廉的地位是不会变动了。至于威廉要不要觉醒，取决于在你自己。那大部分玩家呢，还是一样卡技能5511或者是5551，但是我可以很认真跟大家讲了，第8代骑兵出现了，威廉是不会被淘汰的。假设你要发挥到极致的话，最好还是把威廉给觉醒了。我用统帅呢，一般都是直接觉醒的，没有卡技能之说。当然觉醒威廉有一点浪费啦，这个就看你们自己了。接下来项羽，现在项羽的情况就是可能第8代统帅出现就会淘汰掉项羽，导致现在大部分进入征服赛季的玩家都不确定到底要不要去练项羽，甚至有些在征服赛季的玩家还在犹豫着到底要不要觉醒项羽。我是真的很负责任跟大家讲了，项羽真的会被淘汰可能性非常大，除非你之后要出3队骑兵，你养不起这么多队骑兵，只是想要出2队的话，项羽就不用去练了。主要还是项羽激活速度太快，然后他低减又比较高，打的目标只有3个，然后破防又不够司机来的高，他唯一的优点就是在怒气释放而已，这个优点对于先锋王国大型团战来讲是有用的。但是现在又有多少大型团战呢？你们的王国处于在什么阶段？没有这么多人陪你打，没有这么多人陪你一起练项羽的话，你的项羽肯定是第一个死的，根本发挥不出项羽的能力。比起用项羽，我更加推荐萨拉丁5551就可以用了。假设你是真的想要用项羽的话，我建议还是卡技能就好，不要觉醒。现在都已经7月了，估计是8月尾会出消息，然后9月正式推出第8代骑兵，怕到时候你练了第8代骑兵出现了，你的镜头投资在项羽到时候你就哭了。至于贝特朗，大可不必，真的没有必要去练贝特朗。
对我来说，贝特朗呢，它是有输出的理查而已，真的没有什么用处的。争议性比较大还是贞德，贞德到底要不要去练？又说它会被淘汰。那么以目前来说呢，贞德已经不是第一个优先激活的目标了，因为我没有想到诸葛亮之后会出现。假设你是10级搭配贞德的话，就会更好，根本不是第一目标。现在玩家优先激活度还是项羽跟诸葛亮优先，保得住贞德，他2次主动技能释放又可以保得住，还有团队争议。但是要不要觉醒，我还是那句啦，真的其实有一些技能呢还是没有什么用处的，所以你们要卡5115或者是5515都是可以。假设你金头是真的不充足的情况下，我相信大部分刚进入征服赛季的玩家都是不够金头的吧。那么假设第8代骑兵出现的话，要怎样去搭配？首先我们要知道第8代骑兵它的定位是在哪一个方向。根据第7代的工兵是驻防，8代骑兵有很大可能是集结。一般来说，官方会出一个集结，一个野仗。在野仗方面，地位肯定保得住的是司机跟威廉，贞德皮也必须要留下来，就项羽有很大可能会被移除掉而已。除非你是真的想要搞3队骑兵，那么之后就很大可能变成萨拉丁、威廉、司机、贞德、项羽跟第8代的骑兵了。当然我们也还不知道新的第8代骑兵到底是怎样的，有可能出一个孔雀 2.0 也说不定呢。到时候项羽没有办法被淘汰，我们依然还是要用着那4大天王了。会不会有可能出司机 2.0 呢？我觉得不太大可能了。司机其实已经算是非常 OP 的存在了。假设官方又再出多一个司机 2.0 的话，可能会影响到整个游戏的平衡，变成骑兵是大于所有兵种。不过大家都知道现在的版本呢，其实骑兵的集结是最弱势的，目前最强势的集结是工兵跟步兵。你们也可以看到近期的骑兵吧，那你想要开集结要用司机开，你司机要搭配谁呢？搭配项羽出去一围就死了，搭配阿提拉出去，阿提拉已经是第3代的统帅了，搭配贞德，贞德除了打埃及的集结之外，其实都不太适合。那么之后第8代骑兵出现了，有很大可能那2个统帅是可以搭配做集结的，又或者是又要搬司机出来了，又或者是更惨的情况下，阿提拉又要拿回出来用了。但是我觉得司机拿出来用的可能性会大一点啊，只能说司机真的是太可怜了，太劳累了。不过当然的，如果2个新的第8代骑兵表现还不错的话呢，其实项羽被淘汰的可能性还是很高的。就是说不是项羽搭配第8代统帅，而是2个第8代统帅直接把项羽给踢掉。毕竟如果第8代骑兵表现还不错，你还是一样用项羽搭配新的第8代骑兵，但是项羽还是第1级火目标，就变成你第8代骑兵搭配项羽呢，也只是推他入火坑而已。那么以上就是本期内容啦，至于各位对新的骑兵有什么看法呢？你们觉得是什么样的统帅呢？可以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，我们下个影片再见。